我是瓜皮儿。闪电侠第2季回顾。Zoom 杀害了 Barry 的父亲亨利，在击败他之后 ，Barry 选择了穿越回去救下妈妈，也因此创立了新的时间线闪点。原本的时间线，Barry 和艾瑞斯感情刚刚升华，Barry 也决定闪点时间线重新追求艾瑞斯。电视中的新52新闻正在报道闪电小子与宿敌竞速者的对抗，Barry 第一时间追上了两人。闪电小子和竞速者的对抗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Barry 根本不用担心这些，因为他不再是曾经的闪电侠。白天上班，晚上带着食物找到被 Barry 关押起来的斯旺。当初打败他之后， Barry 便拉着斯旺回到了闪点的16年后。这几个月斯旺哪里都去不了，但他知道 Barry 的所作所为会遭到时间的惩罚。Barry 却毫不在意，他现在每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也不用去当闪电侠打击罪犯，这就是他一直想要的生活。斯旺只留下一句话：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杀你母亲第2次。又是照常的一天，闪点里的乔却是每天酗酒旷工，如旷课一样随性。为了不让乔被开除， Barry 只能偷偷把他送到警局，顺便替他整理了案件的资料。由于 Barry 的父母健在，也就不存在和乔一家的感情基础。好在 Barry 成功撩到了艾瑞斯，毕竟自己最了解他们。Barry 和艾瑞斯的第一次约会就出现了岔子，在闪点中的 Barry 出现了第一次记忆丧失，恰好闪电小子再次对抗起了竞速者，艾瑞斯找了个理由就溜走了， Barry 则借机赶到了现场。闪电小子过于自信和轻敌，被打出了大楼。 Barry 试图接住他，但并没有成功。好奇心驱使 Barry 摘下了昏迷中闪电小子的面具，闪电小子就是沃利。沃利把 Barry 带回了基地，艾瑞斯便是沃利的小帮手。沃利获得神速力的过程和 Barry 差不多，不过这些乔根本一无所知。Barry 打算靠自己的经验帮助沃利打败竞速者，在此之前他隐藏了自己是极速者的身份。不过艾瑞斯却想到了一个更佳人选，希斯科。实验室里，希斯科成为了全美首富，不但买下了星辰实验室改名为希斯科实验室，还插足商界政界，成为了人生赢家。闪电小子的制服就是希斯科帮忙打造的，不过身为富豪的他不想打击罪犯，命丢了可就没办法花完兜里仅存不多的几千亿美金。希斯科可以说是 Barry 最好的朋友，他最了解自己的朋友内心是什么样。就在 Barry 嘴遁的时候，曾经和希斯科的回忆也在慢慢消失。1天之内连续出现2次记忆丢失， Barry 问斯旺自己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这就是闪点的副作用，这个全新的时间线正在慢慢覆盖掉 Barry 曾经的世界。至于斯旺为什么没事，因为越使用神速力，记忆丢失的就越快。斯旺笑得像个狒狒。用不了多久 Barry 就会忘记自己是闪电侠，而闪点就会变成唯一的时间线，除非让斯旺杀死诺拉修正时间线。知道自己时间所剩不多了， Barry 决定不再隐藏，用最快的效率帮助沃利打败竞速者。他聚齐了所有人，包括眼科医生凯瑟琳。但是闪点这种事一般人根本理解不了，艾瑞斯是唯一一个相信 Barry 的人，因为他总是感觉自己的生活并不完整。凯瑟琳虽然是眼科医生，却拥有非同一般的大脑。他和素未谋面的希斯科一起找到了竞速者， Barry 和沃利一起赶了过去。沃利从不定制计划，只是盲目的依靠速度，像极了年轻的 Barry。 竞速者为了知己知彼摘下了面具，并且告诉他们自己的本名爱德华。沃利不管那么多，就是一个字儿，莽就完了。因为一瞬间的大意，爱德华用钢管刺穿了沃利。Barry 想要救走沃利，就必须打败爱德华，毕竟是正宗闪电侠。Barry 几乎是吊打了极速者。就在自己马上胜利的时候，自己关于闪电侠的记忆也在慢慢消失。爱德华抓住了时机，反打了 Barry 一波，并且跑出了2个巨大的龙卷风。艾瑞斯一语点醒梦中人，让 Barry 回忆起了自己是闪电侠，也顺利依靠反向奔跑驱散了龙卷风。爱德华假装投降，准备反杀 Barry， 一声枪响，乔击杀了爱德华。Barry 不得不把一切告诉乔。沃利尽管有神速力护体，却没有快速治愈的能力。眼看着沃利正在慢慢的死去， Barry 决定修复一切。他带着自己最爱的女孩见了父母，这3个月的时间让 Barry 重新感受到了父母的温暖。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走出家门后，父母的记忆也开始慢慢消失。 Barry 找到了斯旺，最终还是求他再次杀死母亲。这个决定很艰难，但不得不面对。斯旺再怎么绝情，还是选择了帮助 Barry， 当了一次真正的英雄。斯旺回到了自己被打败的时间线，抹除了闪电侠发生的一切。诺拉死后，斯旺把 Barry 送回到了原本的时间线，但他警告 Barry， 这个时间线也许并不完整。说完就离开了。 Barry 回到家，一把抱住了沃利，一切仿佛归于了平静。但就像斯旺说的，这个时间线并不完整，艾瑞斯和乔的感情如同陌生人，而这个世界线的爱德华也被一个叫做炼金术师的人拉出了平凡的生活。为此 Barry 只能去找费利西蒂，并且把所有的改变全都告诉了他。起初他还是照常的打击罪犯，速度依旧是他的代名词，一边打击罪犯一边嘴炮罪犯。
变化就在这时发生了，希斯科变得沉默寡言，而且对 Barry 刻意疏远。艾瑞斯因为妈妈的死和乔老死不相往来，艾瑞斯对 Barry 也没有曾经的爱意。更奇葩的是 ，Barry 居然多了一个室友朱利安。与其说是室友，倒不如说是宿敌。朱利安对 Barry 是冷酷到底。有句话说得好，职场没有真朋友，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希斯科的哥哥丹提意外丧命，他曾求过 Barry 穿越时间救回哥哥， Barry 却一直都拒绝。他心里最清楚扰乱时间线的后果，就连绿箭侠团队都受到了影响，女儿变成了儿子，这将成为一个导火索。菲利西蒂只能安慰 Barry。 晚上，爱德华跟随着炼金术师的声音找到了本尊，炼金术师把闪电的记忆和速度全部还给了爱德华。白天 Barry 照常工作，照常被朱利安无情鄙视。他们正在解决一起连环案件，每个案件的现场都会留下一副皮囊。朱利安喷走了 Barry 只能回实验室找点事干，也从凯瑟琳嘴里得知了希斯科疏远自己的原因。 Barry 打算晚上请大家聚餐解决所有矛盾，于是 Barry 开始当起了双面间谍，给乔和艾瑞斯互相传话，速度快到没人察觉。就这样顺利到了晚餐时间，结果不但没有解决希斯科的心事，还激化了乔和艾瑞斯的矛盾。极速者卷土重来，打破了宁静。爱德华记得发生的所有事，包括闪点里的自己被枪杀。这次 Barry 没有那么轻松打败他了，两个极速者在城市急速飞驰，最终爱德华逃脱了 Barry 的追击。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新的极速者是谁，除了 Barry。 朱利安调查的人皮也正是爱德华退下的。艾瑞斯很快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Barry 被艾瑞斯的追问戳中了痛处，扭头就打算穿越时空重新修复时间线，半路被杰拉出了神速力。自从杰和威尔斯一起走后，就得知了所有事儿。威尔斯把 Barry 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目的就是为了让杰这个和亨利一模一样的男人管制 Barry。 杰告诉 Barry， 时间线并不是你这样修复的，时间线就像是一个杯子，破碎的杯子虽然可以按回去，但不管怎么努力都不会完好如初。他们不是控制生死的上帝，只不过是跑得很快的凡人。Barry 终于下定决心要把闪点的事告诉所有人，自己犯下的错误自己承担。但是闪点这种事一般人根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自己本应该拥有更好的生活，例如希斯科。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Barry 决定自己打败爱德华，他请了朱利安帮忙，借了一份皮囊报告书，这才找到了爱德华的位置。只不过爱德华有了帮手，炼金术师。突然出现的敌人打了 Barry 一个措手不及，另一边所有人都在责怪 Barry 的自私，只有艾瑞斯知道 Barry 真正的想法。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家人要做的就是陪着他，让他变得更好。大家都原谅了 Barry 的时候，警报响了起来。 Barry 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炼金术师告诉 Barry， 他要做的就是帮助别人获得他们应有的力量。爱德华拉起受伤的 Barry 一顿暴打，正准备用终结闪电小子的方式干掉 Barry， 希斯科直接传送过来，两个人混合双打，直接把爱德华送进了监狱。所有人的关系变得和睦了起来。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凯瑟琳也在悄无声息地变得冰冷。工作中的朱利安照常对 Barry 充满疑心，但艾瑞斯却重拾了对 Barry 的爱。深夜，牢狱中的爱德华被一个看不见的神秘人夺走了性命。第二天，Barry 迎来了和艾瑞斯的第一次约会，按耐不住下班前的最后1分钟，感受了真正的度秒如年。Barry 约会的过程中总要打击下罪犯，平行宇宙的传送门突然打开，他们立刻赶回了实验室，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威尔斯。这次他带来了一个大麻烦，杰西变成了极速者，事情还要从第2季说起。为了给 Barry 拿回速度，威尔斯重现了粒子加速器的爆炸，爆炸过程中杰西、沃利双双倒地。Barry 回归后只是一个触碰就用神速力唤醒了杰西，这是杰西变成极速者的原因。最难受的就是沃利，从小就享受速度，本来在闪点里自己才是闪电侠，现在就连自己的朋友杰西都变成了极速者。威尔斯回归后立马感觉到不对劲儿了。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件事儿，在闪电侠的世界里，穿越时空只会影响自己的宇宙，平行宇宙依旧照常运行。众所周知，威尔斯是最讨厌扰乱时间线的男人，对着 Barry 口吐芬芳，解了一口气。正经事儿是帮助杰西。杰西刚刚获得速度几天，就已经超越了 Barry 当初最快的速度。只有沃利很失望很伤心。警局接了一个案子，名叫弗兰奇的小女孩被指控伤害了养父，现场留下的证据根本和一个小女孩毫无关联，因为那需要177吨的拉伸力强度才能实现。朱利安对此也摸不着头绪，弗兰奇想不起当晚发生的事情，朱利安却觉得这个小女孩有些蹊跷。此时的威尔斯还在为女儿的事发愁，他假装自己在忙，试图让别人感觉自己很冷静。被希斯科戳穿之后，威尔斯好像疯了一样，他的目的就让朋友们劝劝杰西，结果大家反而很高兴，但乔的心里却乐开了花。自己的儿子幸亏没有变成极速者，否则疯掉的人可能是自己。朱利安提取了弗兰奇的 DNA， 他发现居然和爱德华蜕皮上的 DNA 吻合，他越来越坚信弗兰奇是变种人，第一时间去证实自己的猜测。和他想的一样，弗兰奇拥有控制金属的力量，那177吨的金属就是他干的。
白瑞救了朱莉安后立马追了上去。弗兰奇自称万磁女，他袭击了警车，拖延了闪电侠，才得以逃脱。弗兰奇的养父拥有暴力倾向，每天除了打弗兰奇就是暴打弗兰奇的妈妈。白瑞在对峙的时候察觉了弗兰奇内心的挣扎，他们确定这件事和炼金术师脱不了干系。杰西想要帮忙抓住弗兰奇，威尔斯却不想让女儿随时处于一个危险状态，两个人不欢而散。沃利追上去想安慰杰西，他做梦都想成为极速者。沃利问杰西神速力是怎么被激活的，兴许自己也可以。得知一切后，沃利就打算用这招激活自己的速度，结果差点被撞死。反过来变成了杰西安慰他。白瑞和乔对此表示愤怒，作为老大哥，白瑞痛斥了沃利，这也是为了沃利的安全着想。隔壁的威尔斯和杰西也大吵一架，凯瑟琳告诉威尔斯该换一种教育方法。两个刚刚吵完架的人在一起谈心，一个担心女儿，一个担心弟弟，这两个人反而更像基友。晚上，艾瑞斯在医院找到了弗兰奇的养父，本想劝他以后好好对弗兰奇，却发现眼前这个男人才是万恶之源，没有他的暴力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弗兰奇。此时的弗兰奇端起艘游轮，准备砸了医院，彻底把养父送上西天。艾瑞斯赶紧 call 了白瑞。白瑞一直相信弗兰奇有善良的一面，但眼下他必须阻止游轮。威尔斯让白瑞以8字形奔跑，产生的气流可以推起游轮，但这样并不是长久之计。白瑞总不能一辈子在上面奔跑。威尔斯终于下定决心让女儿去帮忙，出自于父爱，也出自于信任。临走之前说了那句必胜台词 Now run, Jesse. Run. 有了杰西帮忙阻止轮船，白瑞就腾出时间去劝说弗兰奇。他一直相信这个小女孩本性善良，也让弗兰奇不要被恶棍养父毁了后半生。弗兰奇善良的一面被白瑞唤醒，他把游轮送回了大海，扑进闪电侠怀里哭了起来。养父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弗兰奇回忆起自己找到炼金术师的画面，起初一直在做梦，梦到自己拥有了超能力，最终炼金术师诱导出了他邪恶的一面。凯瑟琳给弗兰奇找了一个和蔼的家庭，威尔斯对女儿的表现十分满意，自己也确实应该改变自己严父的样子了，并且给女儿一套全新的制服，改造了伊丽莎蒸发时留下的战衣。爱德华死在监狱的监控很快发到了警局，但画面只显示一道白光夺走了爱德华的性命，但这个人显然不是炼金术师。我是瓜皮儿，我们下期见。